今天这台进口打包机，其实是我的老朋友。大家看这个贴纸，2020年12月，这是我亲手修过的机器。虽然在这5年期间，这台机器因为操得很凶，偶尔小问题会回来更换消耗性零件，或是做些清洁保养，但是唯独这颗马达，从2020年装上去之后，就一直战斗到现在，中间完全没有换过。直到今天，客户说按钮灯亮，但马达不动了，他才终于下课。这真的不容易，证明了高品质零件的耐用度。来，我们看看他最后是怎么殉职的。这就是典型的马达开花。这个转子的电枢，你看，不止开花，还怎么都磨光了，还很多都断掉了，这个已经完全报废了。检视碳刷磨损情况，看出来刚好是磨到完。不仅是碳刷磨耗殆尽，连电枢的接触面也完全损毁，因为这样产生的高热与不正常的火花，直接导致转子上的铜线圈像炸开一样，看起来就像一朵花一样。它不是慢慢变弱，而是尽力运转到最后一刻。用到寿终正寝，跟那个比较，有没有？这差很多，这就差很多了。跟这颗正常的转子比起来，是不是很惊人？这是正常状态了。在换上新心脏之前，我们必须先进行清创。这些内部机构的粉尘和油污，如果不清洁干净，是会影响马达寿命的。对新杰来说，清洁不是多做的，而是维修的标准配备。接下来这个步骤，对即使会维修的技师来说，也很有可能会忽略的，这是会影响马达寿命最关键的细节。安装这颗马达时，支架的角度必须非常精准。这个一定要定位，马达一定要定位。换上新的之后，一定要定位，它的定位点在这边，记得一定要让它水平。这颗马达一定要定位。马达的2个接点一定要让它水平，在水平位置，不能有歪哦。前端的正负极接点必须呈现绝对水平，如果歪了，可能导致断线或正负极断裂，让马达提早报销。为什么我修的马达能撑5年？就是因为我们连这1毫米的角度都不会妥协。更新调校后做阶段性测试，运转正常，声音饱满。电路系统完美解决后，接着处理机构系统，一样的 SOP， 拆解、清洁、更换损伤零件，连外壳也清洁到位。不止外面，不止机构，连外壳的内部也帮你清得干干净净。换上之后还会记录日期。今天我们帮他换了新心脏，也校正了参数，贴上这张新贴纸，希望他能继续陪伴客户下一个5年。进入完修测试。换上这颗整新马达后，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插曲。我们在验收时发现，怎么熔接处都快融化了。嘿，其实不是机器坏掉，而是马达变太强。再一次啊，再一次。因为旧马达后期已经无力，客户习惯把时间调长。现在换上这颗健康的马达，扭力跟转速完全恢复。哦，这新的还在降一折，新的就不一样，降一点。OK， 那个啥，你再注意哦，你这里聊。恢复原厂性能后，机器的拉力与熔接都回到高标准。这时候，耗材的品质优劣就无所遁形了。但看到品质有疑虑，我们还是会鸡婆提醒客户，以免影响出货安全。大家看，我必须把熔接时间连续调降了3次，袋子才能符合安全规范。这很多呢。这很多，对，原本快中间嘛，还是中间再多一些，哎呀，这把瓦斯内的，让它就这样。这就是为什么维修后一定要重新校正，因为动力输出已经完全不同了。贴上这张日期贴纸，这不只是记录，更是挑战下一个5年的自信。它将见证我们对精良维修与零件品质的坚持。有任何打包机疑难杂症，甚至是觉得机器没力了，找新杰。原厂级维修，敢让你看见性能标准。